是人類航天史上最奇怪的飛行器之一——航天飛機。NASA 前後一共制造了6架，其中2台都發生了解体爆炸，直接導致14名宇航員遇難。起飛時，它要背着一個巨大的燃料箱和2枚固體火箭垂直升空；降落時，它只能变成一架幾十噸重的滑翔機，從太空一次性滑到跑道。它能發射衛星、維修哈勃，甚至建造國際空間站。人們曾經相信它會讓进入太空變得像坐飛機一樣普通。可2011年以後，這種飛行器卻從世界上徹底消失了。這次我將分3期視頻，把這個人類制造過最複雜的航天器從頭到尾拆解開，看看這麼一個2000多噸重、長得像飛機的怪物，到底是怎麼飛上太空的，又是怎麼直接從太空降落在跑道，最後到底為什麼被淘汰的。今天我們就先從第1步開始，航天飛机是怎麼飛上太空的。要理解航天飛機到底有多奇怪，最簡單的方法就是先看常規的火箭是怎麼升空的。土星5號幾乎就是最經典的火箭邏輯，它像一根巨大的3層蠟燭，第1級負責起飛，燃料耗盡以後扔掉；第2級繼續加速，用完以後再扔掉；第3級繼續工作，最後真正完成任務的是最頂部相对很小的阿波羅飛船。也就是說，阿波羅时代的思路很簡单，造一枚巨大的火箭，把一艘小飞船送上去，下面那些巨大的发動機、燃料箱、結構只負責完成運輸任務。這是一種非常明確的分工，火箭負責上天，飛船負責載人。可航天飛機偏偏不這麼想。NASA 在上世紀70年代幹了一件極其大膽的事情，他們試圖把火箭、飛船、貨運卡車和飛機的一部分功能全揉進同一套系統裡。於是航天飛機就誕生了。一個完整的航天飛機往往由3個巨大的部分組成，最顯眼、看起來最像飛機的白色部分叫軌道器，宇航員、貨艙、主發動機、機翼、起落架以及真正要進入軌道的絕大部分設備全都堆在這裡。它旁邊那個巨大的橙色圓柱體叫外部燃料箱，而最兩側那2根白色巨型火箭則叫固體火箭助推器，簡稱 SRB。3部分加在一起才是完整的航天飞機系統。但最有意思的地方就在橙色燃料箱，因為航天飞機真正的3台主发動機裝在軌道器屁股後面，可发動機使用的液氫和液氧卻不裝在軌道器裡，而是儲存在旁邊那個巨大的橙色外部燃料箱裡。所以整套設計可以用一句非常奇怪的話概括：发動機長在飛機身上，油箱卻掛在飛機外面。這個外部燃料箱能夠裝下大約53.5萬加侖液氫和液氧，起飛時裡面裝着超過150萬磅推進劑，巨大的管路直接把這些低溫推進劑送進軌道器尾部的3台主发動機。它同時還是整套航天飛機的結構脊梁，軌道器和2枚 SRB 都連接在它上面。為什麼非要這麼設計？因為 NASA 想把3台最昂貴、最複雜的主发動機帶回來繼續用。可代價就是你必須把3台主发動機、機翼、起落架、駕駛艙、熱防護系統以及一個18米長的巨大貨艙全部一起加速到軌道速度。因此，當航天飛機起飛的時候，整套系統重量會超過恐怖的2000噸。因此，這也決定了航天飛機一個特殊的點火順序。航天飛機真正點火時，並不是所有发動機一起啟動，倒計時來到大約 T6.6 秒。首先啟動的是軌道器尾部3台液氫液氧主发動機。3台主发動機是液體发動機，可以先啟動，檢查壓力、轉速、燃燒狀態和推力。如果系統發現異常，還可以立刻關閉，取消發射。只有當3台主发動機全部確認工作正常以後，2枚 SRB 才真正點火，而2枚 SRB 合計可以產生大約580萬磅推力。在這幾秒鐘裡，3台主发動機全部位於軌道器尾部，推力加在以後，整個航天飛機組合體會發生明顯的彈性變形，上半部分會緩慢向前移動，然後再彈回來。這個動作甚至有一個專門的名字 twirl。只有等整個結構擺回合適的位置以後 ，SRB 才點火，固定裝置釋放，航天飛機真正離開發射台。發射大約2分鐘以後，2枚 SRB 的任務基本完成。分離裝置啟動，
2枚白色助推器脫離，它們會重新落入大气層，展開巨大的降落傘落进大西洋，然後由 NASA 的回收船拖回来，經過拆解、檢查和翻修，再用於未來任務。然後3台主發動機繼續燃燒，隨着推進劑消耗，整套飛行器越来越輕，一直到起飛大約8分半鐘。外部燃料箱已經幾乎被喝空，3台主發動機關閉，隨後軌道器和外部燃料箱分離。它繼續沿彈道飛行，隨後重新進入大氣層並解體。從現在開始，它終於不再是一枚火箭，而是變成了一艘真正的宇宙飛船。